第327章夜谈。房间之中，萧炎双手护在脸前，好半晌后，眼角余光方才射出手臂缝隙，望着面前没有反应的黑色戒指，这才将手臂放了下来，然后摸了摸身体，似乎没哪里有所残缺。此时萧炎身体之上那被灵魂波动吹得胀鼓鼓的衣袍已经缓缓落了下来，感受着身体并未传来什么不适之感后，这才微微松了一口气，抬头望着面前的漆黑戒指，却依然是并未见到药老的身影。究竟是怎么回事？皱着眉头疑惑地喃喃了一声，萧炎再度呼唤了几声，可漆黑戒指却只是散发着深沉的黑色光芒，没有任何的回话，也再没有一丝灵魂动静，安静得犹如一团死水。难道失败了？可先前那股灵魂波动的确是老师的啊。等待许久之后，未见有所反应，萧炎脸庞上略微有些茫然与失望。如果药老真的苏醒了，那想必第一时间就会在心中回话的。可现在这一幕似乎只能说明他的灵魂依然还是受着某些界限，因此方才不能再像以前那般随意地与他交谈。不过不管如何，至少萧炎能够从黑色戒指散发光芒来看，药老的状态要比当初沉睡的时候好上许多。看来那七幻青灵弦也并非是没有作用。目光盯着悬浮在面前的戒指良久，萧炎长长的叹了一口气，伸出手来将戒指抓进了手中，再度戴在手指上。这一次戒指再没有发出什么反抗，漆黑光芒在继续亮堂了一会之后，便是完全收敛而起，变得和以前一般，极不惹人注目。手指缓缓地抚摸着恢复平静的黑色戒指，萧炎揉着额头，半晌后苦笑了一声，轻声喃喃道：老师放心吧，我会继续想办法让您恢复的。再次叹了一口气，萧炎刚欲调息修炼，目光忽然扫向窗户处，一道破风声携带着寒气从外扑涌而来，随着窗户被强行推开，海波东的身形也是出现在了房间中，望着萧炎，他有些惊喜的道：恢复了。闻言，萧炎一愣，旋即略微有些释然，想必应该是因为先前那股恐怖的灵魂波动的缘故吧。像海波东这种级别的强者，对这些强大的灵魂波动感觉很是极为敏锐的。拿到了七幻青灵弦，刚才服下了，灵魂力量倒是猛然恢复了过来。不过可惜不知什么缘故，一会后又是沉寂了下去。萧炎摇了摇头，半真半假的道：海波东一怔，半晌后苦笑道：那你的意思是还是没有恢复了？难道那七幻青灵弦都没效果？我也不太清楚，不过至少现在我能感受到那股恢复的灵魂力量，以前那段时间则是完全没有半点感应。这样看来，七幻青灵弦还是有着一些效果便是。萧炎似是有些无奈的道，似乎只能另寻他法来回复灵魂力量了呀。唉，亏我白高兴了一场。海波东失望的摇了摇头，一屁股坐在椅子上道：你若是恢复了实力的话，那么这次上云岚宗安全系数倒是能够提升许多，可没有的话，就算有我护持着也危险得很啊。云岚宗传承了这么多年，那些长老的实力也是强得离谱，再加上云岚宗的人最擅长合击斗技，那般叠加起来，就算是我也不得不暂避锋芒啊。哼，有你这么一个斗皇强者在，就算打不过，跑总是没人能拦住吧。萧炎玩笑道：你倒是想得简单。海波东摇了摇头，沉默了一会，忽然盯着萧炎，低沉的道：小家伙，再过一天就得上云岚宗了，我想有些事情得与你事前说好。望着海波东那忽然变得凝重的脸庞，萧炎微微一怔，旋即默默点了点头。你说，当初我也说了会尽量护持你的安全，不过这是在不尽量得罪云岚宗的前提下。你也应该知道，我和米特尔家族渊源不浅，所以我的任何举动都将会牵扯到米特尔家族。虽然他们在加玛帝国也属于三大家族，看上去也是个颇有重量的势力，可这加玛帝国论起实力雄厚，云岚宗当占鳌头，这千百年的传承，绕是加玛皇室也比之不上。当然，这是排除了整体式的说法。不管怎么说，加玛皇室还统治着整个帝国，但这个在加玛帝国有些古老的宗门所隐藏的实力，也并非是表面上那么简单。你也清楚，
斗气大陆上，虽然人的寿命是有限的，可若是在寿限之内提升了阶级，那便是能够将寿限延长许多。上一届的云岚宗宗主云山在将宗主之位传给云韵之时，是8星斗皇的实力，而这时距离他的寿限还有着不少的时间。这些年很少有人再听过他的名头，不过没听过并不代表着他已经陨落。海波东缓缓地道：你的意思是上一任云岚宗宗主还活着？抿着嘴，萧炎轻声道：虽然不敢肯定，可这种几率并不小。若他还活着，想必应该已经突破了斗皇的障壁，成为斗宗强者了。海波东叹息了一声道：所以如果有可能，尽量不要与云岚宗起太大的冲突，否则的话，到时候即使你与法马、嘉刑天那老家伙有着一些交情，可为了大局，他们也并不会为了你而得罪云岚宗。萧炎面容平静，丝毫没有因为他的这番话而有所动容。他从未有过这番设想。他与法马家老相识才半个月不到，如果这就想让人家为了他与加玛帝国最强大的势力为敌，未免也太异想天开了。如果真走到双方为敌的那一步，想必海老也会选择抽身而退了吧。萧炎忽然低声道：他清楚，他与海波东间其实也就是个交易的关系，若非是因为附灵子丹的缘故，恐怕两人早就分道扬镳了。海波东沉默，抬眼盯着青年那平静的脸庞，半晌后道：只要云天不出现，言下之意很是明了。若是上一任云岚宗宗主云天出现了的话，那么他只能为了米特尔家族着想，不再插手萧炎与云岚宗间的事了。哎，小家伙，你还年轻，以你的天赋，日后潜力无限，在未成为真正强者之前，你需要忍耐。锋芒太利对自己并无太大的好处，等你什么时候能够自由控制体内那股强大力量时，再与云岚宗一较高低也并不迟。海波东拍了拍萧炎肩膀，语重心长的道。萧炎默默点头，若是抛开老师的力量，他不过才仅仅一个斗师级别而已，这在强者如云的云岚宗内，恐怕一抓便是一大把。不过也正如海波东所说，他还年轻，这是他最大的本钱。哼哼，好了，说这些也只是临时想要提醒你一下，让你再上云岚宗时尽量小心点。笑了笑，海波东站起身来，对着萧炎笑道：不早了，你休息吧，明天休息1日，然后便上云岚宗。萧炎微微点了点头，目送着海波东行出房间，半晌后长长的吐了一口气。海波东的这番话可是让得他清醒了许多，虽然看似法马、家老这等帝国巅峰强者对他极为和善，可这些却大多都是建立在摸不清萧炎底细以及其身后那究竟不知道存不存在的神秘老师的前提下。而一旦出现他与云岚宗对抗的这种足以将他们拉进漩涡中大事时，他们绝不会因为萧炎便与云岚宗为敌。现实始终是残酷的呀。躺倒在柔软的床榻上，萧炎手臂枕着后脑勺，怔怔地盯着上面床帘，眼眸缓缓闭上，半晌后骤然睁开，漆黑眸子中却是在为有着半分对那庞然大物的慰藉。说他初生牛犊不怕虎也好，狂妄自大也好，他早就说过，这次的云岚宗之行不会因为任何东西任何事物而选择放弃。别说或许云岚宗有着一个斗宗强者，就算是斗圣，他也绝对会如约而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嘴唇紧紧地抿成一条薄线，执着而倔强。如果云岚宗真打算仗势欺人的话，那他萧炎也只能用事实告诉他们，他可并非是泥捏的。不管如何，这次的3年之约必须胜利，因为我需要用它来证明我3年苦修的价值。若是失败，3年修行付诸流水，毫无价值。拳头猛然紧握，萧炎深吸了一口气，腰杆一挺，便是跃身而起，盘腿坐在床榻之上。纳兰嫣然，等着吧。心中轻轻呢喃了一句，萧炎双手摆出修炼印结，身体微颤，将激荡的心情平复而下，然后迅速地进入了修炼状态。既然药老并未如同想象中出现，那萧炎已决定今夜将状态调至巅峰，明日服用3文清灵丹，突破斗师障壁，向大斗师进发。这一次他绝对不容许失败。